日本防卫省敲定2024年防务预算申请，明年日本军费将再创纪录，暴增近13个百分点。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意味着呢，由岸田内阁安保3文件所强起的新一轮的日本安保暴走啊，开始进入到实质性的推进阶段了。日本未来5年的军费总投入规划将会达到43万亿日元，它的投入强度是此前5年的1.5倍。日本的军费排名将会由2021年的全球第9，一跃跳升到2027年的全球第3，那么实现10万亿日元以上的投入规模。按照当前的汇价计算呢，折合将近5000亿的人民币。去年底，岸田内阁通过以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就是 NSS 统领的所谓安保3文件，它呢代表着日本安保防务战略的重大转向，因而呢被普遍视为岸田内阁实质性掏空和平宪法的一个危险动作，以此呢来全面突破专守防卫，来实现安保暴走。此前呢，岸田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时啊，就公开鼓吹说亚洲处在历史性的危险时刻，声称全球安全环境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日本据此展开自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所谓军事强化云云。当然了，对日本战略转向，中方最警觉的是对所谓最大战略挑战的判定。那么公开把中国列作头号假想敌，无疑呢是日本政界势力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总爆发，是对近邻大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的严重误判。归根结底，岸田内阁啊，就是要以所谓的最强假想敌来强推自身的政治议程。从防卫省今天提出的预算申请来看，它的瞄准主要假想敌的布局与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甚至呢，英国路透社今天发自东京的电稿就在标题中啊，直接拿中国说事儿。Japan makes record defense spending request amid tension with China。在对华关系紧张之际，日本防务投入创纪录。那么预算申请可见的所谓制华动向与布局，包括为了强化对西南诸岛军力的快速投送，规划构建自卫队海上输送群。它的司令部将会设在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的无基地，并且呢将会寻求采购3艘运输舰以及17架美制支鲁干运输机。那么计划投入7550亿日元，将近380亿元人民币，来构建打击远程目标的所谓相持能力，尤其呢是要针对西南诸岛方向。这被英国路透社解读为日本应对所谓台海有事正在做最前沿的军力部署。此外呢，最新预算申请对日本自卫队攻击能力的全面强化，同样也是值得高度警惕的。那么这份预算申请对日本自卫队强化攻击能力有哪些动作？美联社今天的电稿标题就声称说，日本寻求明年增加12%的防务预算，就是要强化自卫队的攻击能力。而从此前的表述来看，使用更多的提法是所谓的对外反击能力。那么英文报章啊，《日本时报》曾经刊发社论来解析安保3文件它所代表的日本安保战略的新路线，梳理出3大焦点，包括所谓头号假想敌设定、构筑对外反击能力、巨额防务投入从哪出等等。那么所谓对外反击能力，就军事目标而言呢，是指对敌方基地、指挥控制场所以及作战单元的目标搜索、确认与攻击。那么按照岸田文雄此前在国会听证的说法，日方基本思路是确保拥有反击能力，要增强遏制力，从而呢降低导弹攻击的可能性。根据安保3文件，日本构筑反击战力，未来5年呢投入将会达到370亿美元，折合约2700亿元人民币。研发包括高超音速武器以及12型岸舰导弹在内的全系列的装备，将会重点寻求从美国采购500枚战斧巡航导弹。可见呢，导弹是置于日本所谓反击战力的 C 位。对照今天防卫省通过的预算申请呢，明年将会投入4900亿日元采购2艘宙斯盾舰，用以部署战斧导弹以及12型岸舰导弹，规划呢于2032年列装上阵。
此外，日本明年还将会拨备3.21万亿日元，折合约160亿元人民币，来采购400枚战斧导弹。目标呢是在2026到2027年度来进行部署，并且启动对日本现有驱逐舰进行适配改造。那么安保3文件，它寻购500枚美制战斧的这个规划目标，会不会最终将会突破？那么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了，美国是否有充足的产能来保证供应，这是另一个大问题。那么除了已经向英国卖出过战斧以外，此前呢，美国也已经放风，有意向印太另一个主要盟国澳大利亚卖斧。尽管拜登之前也曾经把日本称作是所谓higher priority buyer， 所谓的优先级买家。英国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三发布外交政策报告，声称应推动奥库斯联盟接纳日韩的加入。您对此又是如何看？英国外相昨天刚刚结束对华5年来的首次访问，他在行程中就特别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如果不能对华保持接触，那么这是国家虚弱的表现，并不是实力表现。他这番话当然是在讲给英国国内听的，因为至今英国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势力抱着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执来看待英中关系，来滥打所谓的人权牌、香港牌等等。英国下院昨天推出的最新的政策报告，就是要给英国外相访华来添堵，以评估英方所谓印太政策转向为名，对唐宁街的政府对华政策各种施压。但是呢，这份报告就所谓奥库斯这个核潜艇联盟扩员发声来造势，确实是值得警惕的一个危险的动向。当然，报告动用了话术包装，声称呢要邀请日本与韩国参与奥库斯的非核合作。此前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新西兰期间，也曾经向东道主发出过所谓奥库斯的扩员信息，但是呢，因为这与新西兰秉持的无核化的国策相悖，新西兰的外长就当场拒绝了。但是在我看来，日本不是新西兰。那么作为全球唯一曾经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加入奥库斯联盟实际上是很诱惑，是很动心的。因为日方认定奥库斯将会是他推进安保暴走、强化美国主导的同盟关系的又一重的所谓战略绑定。对我而言，积极呼应美国全面推进的印太战略，争做美国在区内的头号盟国，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这呢是日本的一个既定战略。甚至呢，从最新的防务预算申请中，日本自卫队寻求走出去、强化同盟的这种态势与投入，也是昭然若揭的一张名牌。以岸田与拜登刚刚在戴维营3方峰会期间宣布将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器为例，那么此次新预算呢，特别安排拨备750亿日元，投入与美方联合研发所谓的滑翔阶段的拦截装置。那么就与英国及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战机项目，日本防卫省也申请拨备720亿日元。事实上呢，西方舆论炒作所谓的五眼联盟加奥库斯加，可谓是扰攘已久。日本呢也一直在做各种的造势呼应，谋求成为第一个扩员的加入国。就此而言呢，我认为英国下院外交政策报告的最新说辞是又一个明确信号。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首次通过对台所谓军事融资计划。日本防卫省31号表示，正在为2024财年申请高达7.7万亿日元的预算，较上年大幅增长13%，创下历史新高。若最终通过，日本军费开支将几乎与法国、德国持平。近年来，日本不断给安保政策转向和扩军备战寻找借口，大幅增加军费的背后包藏了日本政府的哪些心思？将对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毛峰从东京带来独家观察。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31号确定了2024财年的预算申请，旨在强化防卫力量的预算总额达7.7385万亿日元，约合3869亿元人民币，为历史最高水平。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日本防卫省此次拟申请的预算几乎与法国、德国2022年的军费开支持平。
据悉，日本防卫省拟定的2024财年预算中约有3.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48亿元，将被用于加强日本自卫队的可持续性和复原力，保证弹药、燃料等基本物资的供应。这也是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同时，日本还将斥巨资扩大其远程打击能力，其中约有75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亿元，将用于增强所谓反击能力，包括资助开发可从日本领土打击数百公里外目标的导弹。此前，日本已宣布购买约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计划升级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12式反舰导弹。另外，根据共同社的说法，为了更好应对西南偏远岛屿所谓的潜在突发事件，预算计划拨款5951亿日元，约合298亿元人民币，用于提高快速部署人员和运输设备的能力，例如购买运输直升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特别将与驻日美军相关的2000亿日元，约合100亿元人民币费用排除在了预算案之外。常居东京的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毛峰指出，2024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相较5年前已翻了1倍，凸显日本持续强化军力的迅猛势头。从内容来看，有5大特点。第一是投入105亿日元，正式创立统合司令部，也就是联合作战司令部，那么一元化指挥海陆空各部队，形成新的应对从平时事态到有事事态跨领域高效机动联合作战的那么一种体制。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积极的推进军事设施的强人化，为此呢明年度预算呢激增3302亿日元。那么它主要是用于新建地下化的作战指挥所、新的弹药库等等。第三呢，是要增购的弹药费用几乎翻一番，那么这个凸显出日本积极备战和能够进行持久战的那么一种态势。那么第四呢，是强化机动岛屿作战能力，预算激增3544亿，为今年的2倍。那么第5方面，也就是最大投入，那就是12713亿日元来构筑联合防空和战区外远程导弹打击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份预算案中，约有3800亿日元，约合190亿元人民币，用于着手建造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2024年度开工。第一艘于2027年度末服役，第2艘于2028年度末服役。日本防卫记者、外交学人驻东京特派员高桥浩佑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一份防卫省对于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说明材料，显示新舰全长190米，宽25米，标准排水量12000吨，舰体尺寸约为美国海军最新伯克3型驱逐舰的1.7倍。新舰还将搭载 SPY-7 雷达系统，追踪能力是现有 SPY-1 系统的5倍，垂发由摩耶级的96个单元升级到128个单元，将搭载标准6、标准32A 防空导弹。此外，在2032年后，该舰还将装备舰载版的12式性能改进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和高功率激光武器。日本新舰建成后，将成为西方各国中最大的宙斯盾舰。2战结束后，日本和平宪法对防卫经费开支数额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岸田政府在去年12月批准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包括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预算增加到 GDP 的2%。去年底，首相岸田文雄还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日本国防开支增加约60%。这也意味着日本国防开支最终极有可能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7国集团成员国。28号，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领导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就特别为美国印太战略背书，声称日本处于印太地区前线，将同合作伙伴努力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他还渲染称，随着所谓朝鲜和中国的挑衅，日本面临的战略环境正促使公众支持增加军费开支，并发展更强的反击能力。那么根据我的观察，
日本精兵强军的根本目标或者说目的，就是要为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有事、东海或南海有事做好军事部署。用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好开战的准备，也就是要积极备战。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弗利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客观看待彼此发展，增进理解互信，中英关系就能排除干扰障碍，展现生机活力，开辟广阔前景。王毅在会谈中表示，克莱弗利一直期待访华，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和对华的积极姿态。中英应当开展并加强各方面的正常交往。从历史演进的大视野看，中英关系面临何去何从的战略选择。中方始终重视英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特作用，始终致力于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始终认为中英合作具有全球影响，对话与合作是中国对英政策的关键词和主基调。我们认为，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英两国，我们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理应展现大国担当，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中英作为全面战略伙伴，我们理应珍惜两国历代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为此付出的心血。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克莱弗利表示，英中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全球视野的大国，积极的英中关系将使两国人民和世界受益。英方致力于加强对华沟通，采取积极行动解决困难，增进理解，拥抱机遇。英国企业期待开展更多对华合作，开拓中国市场。两国政府应共同努力，密切经贸联系，释放经济活力，加强在科技、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造福子孙后代。I foresee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people, for British people, but also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ould benefit the wider world if we can ensure that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positive. 外界注意到，这是克莱弗利上任后对中国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也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去年7月出任英国教育大臣，同年9月被时任英国首相特拉斯任命为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大臣。他也是英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外交大臣。深圳卫视注意到，克莱弗利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后，就已多次表达同中方加强合作交往的意愿。今年2月，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克莱弗利。克莱弗利当时表示，英方希望加强同中方互利合作，愿同中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7月，王毅在雅加达应约同克莱弗利简短交谈。在这次交谈中，克莱弗利表示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增添积极因素。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指出，在2位英国外交大臣访华的5年间隔里，整个世界和中英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次访华启程前一日，克莱弗利重申，没有中国，任何全球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他表示，处理好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那可以说呢，5年来中英关系由卡梅伦时期的黄金时代迅速的跌落，这里面呢，很大的因素是因为英国方面呢片面追随美国，同时呢在人权和技术领域呢对华不断的发起挑衅所致的结果。那这次呢终于他能够来到北京与中方的对等的官员呢进行接触，可以说呢是中英关系的一次回暖之旅。那也可以说是对于过往的中英关系的一种修复性的补偿举动。克莱弗利此次访华也受到英美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英国《卫报》30号以试图孤立中国将是一个错误为题报道称，
克莱弗利访华期间对媒体表示，英国很清楚地看到与中国在哪些领域存在根本分歧，但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务实、理智的工作关系，因为这些问题影响着全球所有人。他强调，试图孤立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将是一个错误。报道还提及，克莱弗利在与中方会谈期间表示，为避免误会，两国政府间举行定期会晤非常重要。英国天空新闻网当天则援引克莱弗利的话称，试图以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英中关系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一个大国，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因此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必然同样复杂而微妙。克莱弗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他此次访华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能与中方直接明确地就分歧领域展开对话，即在符合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开展合作提供了机会。他认为这将使英中两国能够重新建立沟通渠道。Where you lose that face-to-face interaction, the regular communications,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perhaps misinterpretations, mistrust, errors. Like one phone call, one visit, one meeting isn't going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a direction of travel, but patient, consistent, reliable communications can have an effect, and that's why I intend to maintain my meetings and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克莱弗利还说，英国希望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但他也强调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出现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的情况，安全利益将是首要考虑因素。外交部网站显示，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第3大贸易伙伴、第2大投资目的地和第3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两国双边贸易额1033亿美元。有观察指，中英关系历经半个多世纪仍具韧性。尽管近几年两国关系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两国在双边经贸领域、解决全球问题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而对话和沟通正是合作共赢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开展对华接触的另一个背景是美欧政要相继访华。连月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均已访问中国，努力重启两个大国之间的沟通。今年以来，中国还接待了欧盟、法国、德国、西班牙领导人。分析认为，英国外交大臣访华已经准备了相当一段时间，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最新进展，促使英国至少在形式上要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对华态度。但英国保守党内部分裂严重，一部分人主张强硬对华政策，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仍需观察。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英国方面呢一样不愿意放弃呢这一巨大的市场，而且呢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中英的经贸额实际上是保持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呢，英国的经济想要恢复增长，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因此，英国的现在的苏纳克政府在重启务实对华接触的这一路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这个英国保守党政府，它自己的内部依然不够统一，所以对华呢发出的并不是一个系统性、协调性的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声音。30号，由执政党保守党控制的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布一份文件，妄称中国是对英国及其利益的威胁，批评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缺乏连贯性，敦促英国政府加强威慑外交应对中国。此外，该报告还狂妄叫嚣，称台湾地区为所谓独立国家，这在英国议会尚属首次。英国卫报称，这份报告仿佛给正在访华的克莱弗利背后捅了一刀。而英国议会的报告作者坚称，其报告的发布正值外交大臣访华，纯属巧合。值得注意的是，在30号的会谈中，王毅刚向克莱弗利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台独与台海稳定水火不容，英方应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政策。而克莱弗利则在会谈中表示，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英国政府自己内部呢，目前存在着两派声音，一派呢是务实派，另外一派呢就是以汤姆·图根哈特，目前的英国下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为首的
极少数意识形态激进反华派，他们逢中必反，尤其是在台湾问题和新疆问题上呢，不断的对华进行蓄势战。那这一批少数顽固分子对于目前的苏纳克提出了很大的压力，这也就使得英国的对华政策目前呢，还不能够说能够完全的缓和中英关系政治互信不断下降的这样一趋势。我们依然要对克莱弗利回去以后英国政府的后续表态进行观察。针对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报告发表错误涉华内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0号明确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是中英关系的政治基础。英国议会有关报告公然将台称为独立国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方敦促英国议会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履行英方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政治承诺，维护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31号也予以严正驳斥。发言人强调，上述报告竟然把台湾称作独立国家，充分暴露了有关英国政客的惊人无知与狂妄，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深圳卫视注意到，该报告还鼓动英国加入美日英澳4边机制，并将韩国和日本纳入美英澳奥库斯集团。分析认为，相关动议本质上是通过外交和军事合作挑动打压围堵和军事对抗，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加剧了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英国在2016年脱欧以后提出了全球英国的概念，本意呢是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重，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但是实际的施行效果却是英国的不断跟随美国，把自己当做了美国同盟体系里面的副盟主。那这个角色它能不能够实现呢？我觉得一方面要看亚太各国的反应，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取决于美国的意志。近一个时期以来，拜登政府加速推进印太战略，持续推进亚太前沿军事部署，包括批准向日本出售巡航导弹及相关设备，意图将关岛打造成全球防御最严密的地区等。然而，美方作为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却倒打一耙，声称是中国方面拒绝沟通。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回应深圳卫视提问时表示，美方有关言论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中方敦促美方停止针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行径，以免出现世人都不愿看到的极端局面。众所周知，美军是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长期以来，美国在中国当面海空域实施高频度、大范围的抵近侦察和军事挑衅，极大地增加了两军一线官兵误解误判乃至发生冲突的风险。要想管控风险，首先要管好自己。我注意到中美两军关系是此次记者会的热点议题。发言人吴谦在回答时重点明确了中美两军的外交渠道是保持着正常沟通的状态，并非外界认为的双方军事交往处于中断的说法。发言人吴谦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也进一步强调，要想管控风险，首先要管好自己。美军一边用行动来制造危机，一边用语言来管控危机，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美防长未能举行双边会晤，加之美军方高层多次提出通话要求遭拒，舆论普遍认为中美两军交往处于中断状态，这令国际社会感到忧心忡忡。吴谦指出，中美两军交往并非处于中断状态，双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着坦诚有效的沟通，但也必须承认，当前两军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障碍，这种局面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固守错误的对华认知，对华进行无理遏制打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售台援台武器，与台湾发展军事关系，频繁出动海空力量，在中国周边强化军事挑衅施压。此外，美方还拒不解除对中央军委领导的无理制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军队理所当然要进行坚决反制。我们常讲，沟通不能没有原则，对话不能没有底线。美方指望一边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边若无其事地与中国军队开展交往，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要求美方切切实实拿出诚意，采取具体行动，
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军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而美方近期一系列动作也坐实其言行不一。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28号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国务院已批准向日本政府出售多枚 AGM-158B-B2 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巡航导弹，交易价值预计为1.04亿美元。目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波兰等国都有使用，而出售给日本尚属首次。美国通过高端装备向日本出手，把日本绑在印太战略的这个战车上，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五角大楼的声明中还提到，这笔拟议的军售将通过提高一个主要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美方声称，这一计划将提高日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但同时又辩称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向深圳卫视表示，相关导弹无疑将大幅提升日本的空中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美国把这样一款就是具有进攻性的武器，具有这种突防性很强的武器卖给日本，那增加日本的这种主动进攻的能力和它的打击能力。当然，这个美国卖它的价格也不菲，也可以从日本就是捞到一笔钱给美国的军火商，而日本呢，却可以拿到这款武器装备之后呢，增加日本的进攻能力，因为它可以加强对海上目标的进攻，对陆地的就周边国家呀、地区呀这种的由空中向陆地特别是纵深的目标打击的能力。另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徐若冰29号在华盛顿参加会议时说，他日前与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拉普兰特访问澳大利亚，讨论两国在防空与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机会。徐若冰没有说明更多细节，但提到美军正在研究明年于关岛部署整合作战指挥系统，下一步就是让澳方了解围绕美方持续推进亚太前沿军事部署。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以莫须有的威胁为借口，持续推进亚太前沿军事部署，损害他国安全利益，推高地区紧张局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关岛安全与否，取决于美方想让他扮演什么角色。要是把关岛打造成发动战争的前哨基地，那么即便是武装到牙齿，也不会有任何安全可言。我们希望美方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多做有利于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此外，美国联合盟友在南海兴风作浪。近日，菲律宾向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并引发海上事态。美国立即跳出来为菲律宾撑腰。24号，美国拉上日本、澳大利亚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演习。美、日、澳都是域外的国家，就是南海域外的国家。现在这3个国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派到这里来，在这里搞所谓的联合演习，实际上呢是想搅动南海周边国家的这个相关之间的矛盾。吴谦31号强调，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邻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方怂恿、支持、参与菲律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威胁中方，一再拿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说事，无端抹黑中方正当合法海上维权执法行动，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了美方在南海岛礁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插手南海问题，停止挑拨离间、供火滋事，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我们也希望域内国家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向台湾地区提供总额8000万美元的所谓融资，用以购买美制武器装备。什么是军事融资？为何说此次虽然金额不大，但挑衅意味浓厚？刘和平、林玉芳深入解读。
直播港澳台由来自海拔6000米的昆仑山矿泉水独家冠名播出。继7月底拜登政府确认向台提供约3.45亿美元军事援助之后，美方又史上首次通过所谓军事融资计划对台供武器。对于美台一再勾连，中国国防部、外交部于31号回应称，中方将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反制。到底什么是军事融资？与军事援助有怎样的不同？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拜登政府通报，美国国会已批准通过所谓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总额8000万美元。去年12月，美国通过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国务院根据外国军事融资管道，以赠款和贷款援助方式，在5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无偿军援，每年最多可达2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和防务装备。另据美联社报道，该通报虽然没有列明具体购买的军事装备或系统名称，但说明了总体方向，包含空中及海岸防卫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导弹与网络防御以及先进通讯设备。除了这些设备外，军事融资也可以用来支持台湾军队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方首次对台提供所谓军事融资。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的金额只有8000万美元，距离每年20亿美元的上限有很大空间，但它挑衅意味浓厚，因为这一军援项目通常是美国保留给主权独立国家的。就在7月底，拜登政府还曾首次动用总统提用权，对台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装备、培训等特殊军援。美国人给钱，要台湾一定要买美国的武器，这给你的钱里面，有些要还的，有些是不要还的。要还的呢叫做贷款，不要还的叫增款。这个8000万大概就属于增款，是不需要还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非常的稀奇，这样子都忘记了说，过去这些年来，台湾拿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去买美国的武器，我想到几千亿美金了吧。对于美台再度勾连，国防部、外交部于31号相继予以严正回应。我认为，无论是美援台武器也好，售台武器也罢，我们一贯的给予坚决反对。需要强调的是，台湾安全靠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而绝不是倚仗美国援台售台武器。美对台军援军售，养肥的只是美军工复合体，损害的却是台湾同胞的安全与福祉。对此，解放军将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反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表示，美国通过适用主权国家的所谓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汪文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借任何名义，以任何方式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近期美台勾连动作频频，仅过去1个月，除了2次特殊军援外，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新一批对台军售，包括 F-16V 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与相关设备，总额达5亿美元。这是拜登上任后的第11次对台军售案，种种行为也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30号，国台办主任宋涛在山西运城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宋涛表示，当前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台湾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抉择。我们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等岛内各有关政党、团体、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共创民族复兴的绵长福祉。夏立言表示，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越是困难，加强交流也显得更加的迫切和必要。有鉴于此，中国国民党向来以促进两岸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为己任。我们会坚持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地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关心台商在陆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此行也是夏立言继2月、6月后，今年内第3次访问大陆。据悉，夏立言将于9月中旬陪同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前往美国。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责任、有义务去协助维系两岸之间的和平，因为台湾人民真的很担心两岸会有军事的冲突。在此次大陆行期间，宋涛与夏立言一行还参观了位于运城的亥州关帝庙，探寻关公文化这一两岸共同民间习俗。这一行程引起岛内格外关注。据台媒报道，参访期间，两人仔细阅览了石碑前侧展示的木刻结义誓词，其最后2句为“备义忘恩，天人共禄”。在一幅书写着“5·2新”的牌匾前，两人仰头注视许久，连连称赞写得好。台湾东森新闻分析认为，国民党方面对于此项安排似乎别有用意，一方面传达关公忠义的民族精神，一方面隔空喊话刚刚宣布独立参选的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早日归队，团结一心，别有2心。据悉，郭台铭祖籍山西，自称是关公信徒。10年前，他曾赞助亥州关帝祖庙的关公圣像到台湾地区巡游21天，产生这种会心的一笑了。就是说，这个时候拿关公，就会想到郭台铭，一个是信所承诺的人，一个是常常这个没有诚信的人，这之间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联想。此外，台湾联合报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参访亥州关帝庙有3层意思。其一，关公在两岸有众多信众，都希望明年台湾地区选举结果能让两岸朝和平发展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其二，关公是忠义之士，郭台铭笃信关公，就应效法关公的忠义精神。第三，关公重诚信，郭台铭参选2024实在有违诚信，不能服人，只会给选举添乱，给台海和平增添变量。唯希望借关圣帝君提醒郭台铭，既笃信关公，就应做个忠义诚信之人，不要嘴里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一套，这样怎能做关公信徒？郭台铭呢，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今天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就是棺材钉钉板钉死了。你政治上本钱什么都没有啊，你是个光杆司令，靠钱砸一点东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继台北市长蒋万安、秘书长黄建庭之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也到访大陆，并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那您是如何来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中国国民党在这个节骨眼上，以3箭齐发的方式，派出3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登陆访问，显然是想要起到2重作用。一重是平衡作用，也就是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寻求一个政治上的平衡。因为下个月中旬，夏立言就要陪同国民党籍的2024参选人侯友宜访问美国，为了巩固基本盘，安抚岛内的深蓝势力，尤其是害怕被深蓝势力指责国民党与侯友宜过度亲美，才预先采取了这样一种平衡性的动作。第2重，这是想要起到对比作用，一是用国民党的亲美和陆路线对比民进党一面倒的亲美仇陆路线，并以此来告诉岛内选民，前者能为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带来和平与稳定，后者则只能带来动荡与战争。二是用国共合作与国共交往来对比民进党与共产党的老死不相往来，以显示出9·2共识
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民党的这个动作正好发生在岛内即将举行2024选举之前，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选举动作，也就是要告诉岛内选民，这一次选举实际上是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的选择。你们究竟是要选择能够为两岸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国民党，还是只能为两岸带来衰退与战争的民进党？那对于宋涛主任陪同夏立言副主席参访山西运城关帝庙一事，你又作何解读呢？我觉得夏立言在此时参访关帝庙，可不仅仅是着眼于两岸在文化上的寻根。由于刚刚宣布独立参选的郭台铭，不仅非常崇拜与信仰关公，而且郭台铭与关公还同是山西老乡，因此夏立言的这个举动很自然的就会让人联想到，这是在借古讽今，一是暗示郭台铭屡屡背弃国民党独自参选是典型的不忠不义行为；二是暗示郭台铭的行为背离了关公遵从的诚信原则。一旦国民党再度跟岛内的执政权失之交臂，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位了，那不仅国民党将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台湾、两岸、台海局势乃至中美关系的前途与命运，就都将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无论是对郭台铭发出呼吁还是谴责，都已经是于事无补。要想力挽狂澜，扭转当前极为不利的局面，国民党与侯友宜必须要拿出雷厉风行的手段。对此，我的建议是：第一，必须要跟民众党以及柯文哲合作，形成蓝白合的态势，否则蓝白不能团结，那就只能会被民进党团灭，这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第二，为了区别两岸麻烦制造者民进党与赖清德，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也无论是侯友宜还是柯文哲，都必须要顺应岛内的主流民意，拿出一套两岸永久和平方案。而这个永久和平方案的核心，就是不能够在9二共识问题上再度扭扭捏捏、躲躲闪闪了。第三，在亲美仇路已经成为民进党与赖清德招牌路线的情况下，侯友宜与柯文哲与其拿香跟拜去访美，还不如另辟蹊径来登陆，也就是举起另外一面大旗访问大陆。除了这3招之外，我认为国民党与民众党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